这个春节，国产 AI 大模型 DeepSeek 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大街小巷，从科技爱好者到普通民众都在谈论 DeepSeek。社交媒体上，网友们纷纷晒出与 DeepSeek 的互动对话，从预测房价到战略咨询，再到诗词歌赋，万物皆可 DeepSeek。国内多家科技公司也在马不停蹄地接入 DeepSeek。听说华为为这事儿初4就上班了。而在国外 ，DeepSeek 如同核武器一样让世界震惊，美科技股集体下跌，特朗普都给干破防了。种种现象已表明 ，DeepSeek 已经和 ChatGPT 等国际巨头不分伯仲，被硅谷称为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更关键的是，网传 DeepSeek 设计成本不到600万美元，研发团队不到140人，就连创始人都不算科班出身。那么 DeepSeek 到底是如何做到一鸣惊人的？这期视频让我们走进梁文峰和 DeepSeek 的成长史。在主流观念里，做 AI 的应该来自于腾讯、阿里、字节之类的互联网大厂，或者创始人及团队至少有大厂经历。但 DeepSeek 背后的操盘手却是个搞基金的。创始人梁文峰1985年出生于广东湛江的一个小镇，童年成长轨迹难以追溯。据公开访谈信息可知，他父亲是名小学教师。或许出生书香门第，让他自幼保持着不错的学习成绩。17岁那年，梁文峰考入浙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后攻读信息与通信工程硕士学位，师从机器视觉领域的权威人物向志宇教授。2008年，从浙江大学的梁文峰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选择进入大厂，成为一名安稳的程序员，而是独自前往成都，投身于量化投资领域的探索。之所以去做量化投资，据说是因为梁文峰早在大学期间就迷上了玩金融，恰巧2008年遇到了那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地球上50%的股价蒸发，股民苦不堪言。这让梁文峰看到了创业机会，不如去做量化投资。所谓的量化投资其实很好理解，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分析大量历史数据，找出股市中的规律或模型，然后用电脑程序自动执行交易。举个例子，一般人买股票只是凭个人经验预测涨跌，手动买入。量化交易则是利用程序分析过去10年的股票数据，当模型计算出来某只股票符合条件，有很大的上涨空间时，就会自动买入。其核心是数据驱动和自动化，避免了人为情绪干扰，能够快速处理大量信息，执行效率高。用现在的话说，就相当于 AI 帮你投资。不过在2008年的国内，这种玩法还非常小众，充满了不确定性，做的人很少，股民也普遍持怀疑态度，认为把投资交给算法过于抽象和不可靠。但梁文峰却看好量化投资，他坚信在看似无序的金融市场波动中，一定存在着某种可以被数学模型捕捉到的规律。量化投资之父西蒙斯的那句名言，一定有办法对价格建模，给予他源源不断的动力和信心。可惜经历无数日夜钻研，他也没有做出实质性成绩。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沪深300股指期货正式推出，允许投资者通过期货合约对指数的未来价格进行交易。这让投资者有了更多赚钱的方法，也让银行和金融机构发明了更多新的理财产品。可以简单理解为，沪深300股指期货因其高流动性和标准化特性，成为量化策略的理想工具，促进了投资者使用电脑和数学公式帮助做交易。同时，随着时代发展，深度学习算法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重大突破，人工智能迎来了爆发式发展。梁文峰意识到，是时候干票大的了，立志要用数学和人工智能在中国打造一个比肩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世界顶级量化对冲基金。2013年，他与浙大校友联手创立杭州雅克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投身量化投资领域。2015年，又分别成立杭州九章资产和宁波焕方投资。在焕方量化成立后的短短1年时间内，梁文峰和他的团队就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成功上线了第一笔由 AI 驱动的实盘交易。之后，他们不断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力度，逐步将所有交易策略都进行了 AI 化改造。在新技术的加持下，焕方量化旗下的基金回报率大幅增长，超越了同期沪深300指数的表现。这一显著的成绩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目光，大量资金如潮水般涌入，推动其基金规模持续攀升。到了2021年，焕方量化的基金规模已经冲到1000亿元，跻身国内量化4大天王之列。而在量化私募圈也素有北九坤南焕方的说法。目前，焕方量化依然是国内量化头部，管理规模超600亿元。
那么，一个搞量化投资的公司又是如何闯入 AI 大语言模型行业的呢？其实从前面的介绍，大家应该也能看出，量化投资也是 AI， 也需要大量的算法和模型。切换赛道并非真正的转行，更像是在同一领域分化深入。更何况，人家作为量化头部公司也不缺钱，无论从技术实力还是资金实力来看，都有庞大的基础。另外，外界不少人认为 DeepSeek 是横空出世，仿佛只用了1-2年时间就捣鼓出来了。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幻方布局大语言模型比大家想象中要早得多。早在2018年左右，随着幻方量化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梁文峰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AI 量化交易对算力的需求极高，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必须要提前布局。于是，在2019年，幻方量化果断投资2亿元，建成了萤火1号 AI 算力集群。这个算力集群搭载了1100块 GPU 显卡，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堪称一项壮举。几个月后，英伟达发布了最新的 A100算力显卡，梁文峰也抢在众多企业前面，成为亚太地区第一批拿到此卡的人。基于此，2021年他再度投入10亿元建设萤火2号，配备10000张英伟达 A100显卡，进一步巩固领先地位。萤火2号相当于76万台个人电脑的计算能力总和，其占地面积比10个篮球场还要大，宛如一个算力的巨无霸。要知道，彼时 AI 大模型尚处于萌芽期。OpenAI 刚发布 GPT-3， 幻方如此大手笔投入，实在太过于超前。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国内拥有超过1万枚 GPU 的企业不超过5家，除幻方量化外，其余都是头部大厂，以至于外界质疑一家私募基金花费如此巨额的资金囤积算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疯狂行为。但外界忽略掉的是，拥有1万枚英伟达 A100芯片，在当时被看作是自训大模型的算力门槛。2023年5月，梁文峰宣布进军 AGI， 即人工智能领域。同年7月，创办了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正式开启了他在 AI 大模型研发领域的新篇章。当时，媒体36氪旗下的暗涌 Waves 采访梁文峰，问了个大家都好奇的问题：一家量化基金公司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大家猜猜梁文峰是怎么回答的？商业利益驱动？追逐市场风口？其实都不是。答案是对技术本身的探索和渴望。他原话说道：幻方的主要班底里，很多人是做人工智能的。当时我们尝试了很多场景，最终切入了足够复杂的金融，而通用人工智能可能是下一个最难的事之一。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怎么做的问题，而不是为什么做的问题。他想表达的核心就是对一件困难事情的执着追求。DeepSeek 深度求索这个名字也对应了初心。在 DeepSeek 的团队里，年轻化是特色，应届生、在读生，特别是来自清北的应届生，在其中非常活跃。团队成员几乎每一个都很有意思，网上有媒体做过专题报道，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去搜，在此不赘述了。2023年11月2日，项目成立仅4个月 ，DeepSeek 交来了首篇答卷。DeepSeek Code 代码大模型开源发布，这个模型包括1B、7B、33B 多种尺寸。开源内容包含 Base 模型和指令调优模型。在当时，在开源模型中 ，Meta 的 CodeLlama 是业内标杆，而 DeepSeek Code 一经发布，比起 CodeLlama 便展示出多方位领先的优势。在代码生成上 ，HumanEval 领先 9.3%，MBPP 领先 10.8%，DS1000 领先 5.9%。另外，经过指令调优后的 DeepSeek Code 模型比肩 GPT 3.5 Turbo。大家估计也看不懂这些专业术语，其实我也看不懂。反正理解为很强就对了。取得初步成绩后 ，DeepSeek 开启了一轮大招聘，然后更新进度进入爆发阶段。2023年11月29日 ，DeepSeek 发布了其首款通用大语言模型 DeepSeek LLM 67B，对标 Meta 的 Llama 2 70B，并在近20个中英文的公开评测榜单上表现更佳，尤其突出推理、数学、编程等能力。在团队一系列的压力测试后，得出结论，综合性能直逼 GPT-4 模型。2023年12月18日 ，DeepSeek 开源了文生 3D 模型 Dreamcraft 3D， 可从一句话生成高质量的3维模型。而同一时间，文心一言还在闹松鼠鳜鱼的笑话。时间很快来到2024年 ，DeepSeek 进度越来越快，相继推出了 DeepSeek Code、DeepSeek LLM， 其中 DeepSeek LLM 包含670亿参数，在一个包含2万亿 token 的数据集上进行训练。在中文表现上，该模型据称超越了当时的 GPT 3.5。不过当时这些在国内并没有引发多少讨论，很多人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真正引起波澜的是2024年5月发布的 DeepSeek V2，一个混合专家语言模型，包含总参数达到2360亿，每个 token 激活210亿个参数，在各种测试中依旧有着不错的表现。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 DeepSeek V2 的技术实力过于强大，终于引起了同行的注意？然而很尴尬，当时业界并不怎么关注 DeepSeek V2 这个小小后辈的技术实力，而是被它的价格吸引了。因为 DeepSeek V2 的 API 付费服务价格很低，每100万 tokens 输入价格为1元，输出价格为2元，并且开发者还能获得500万 tokens 的免费额度。如果没概念的话，就这么说吧，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同一时期 GPT-4 Turbo 的1/70，妥妥的 AI 界拼夕夕。随即，其他互联网大厂纷纷跟进，甚至不乏有的将价格降得比 DeepSeek V2 还低。但在国内同行专注于价格战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硅谷从业者发现了端倪，不对劲。采用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的 DeepSeek V2 不仅仅价格低，性能也强得可怕。何为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大白话解释，大语言模型在对话推理过程中要缓存先前的计算结果，即 KV 缓存。该技术的优势在于可以显著降低推理过程中的 KV 缓存，提高计算效率和性能。还是那句话，看不懂没关系，反正很厉害就对了。进入到2024年的下半年， DeepSeek 持续升级，开源了不少新模型，同时继续降低 API 价格。最终于2024年12月10日 DeepSeek V2.5 1210版本发布。该版本被视作 DeepSeek V2 系列的收官之作，全面提升了包括数学、代码、写作、角色扮演等在内的多方能力。同时 DeepSeek 的网页 App 也随着此版本的到来，开放了联网搜索功能，越来越多普通人注意到了它的存在。紧接着2024年12月26日 DeepSeek V3 低调开源发布，当时在国内的影响力还有限，但在国际上狠狠秀了一波肌肉，只用了500多万美金的成本，带来了部署 Cloud 3.5 的成绩并开源。然后就是今年春节前 DeepSeek R1 发布，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与 OpenAI O1 相当的性能，被认为是大模型行业的最大黑马。一周之后 DeepSeek 趁热打铁，再次推出开源多模态模型，在纹身图方面超越 OpenAI 的 DALL-E 3。至此，外界对 DeepSeek 的讨论关注达到高潮，成为现象级 AI 工具。最后总结一下， DeepSeek 的发展历程堪称中国式奇迹的范本。一家鲜为人知的创业公司，在人工智能的浩瀚宇宙中默默积蓄能量，竟然短短几年时间就化身为全球 AI 舞台上熠熠生辉的东方神秘力量。在 DeepSeek 之前，外界一直流传一种观念，美国在从0到1的技术突破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中国更多的是在应用层面进行拓展。但 DeepSeek 的诞生打破了这种偏见，以创新性的技术和架构大幅提升了模型的性能和训练效率，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在 AI 领域强大的创新能力，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在 AI 领域的创新实力。